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24号，星期三啊，这还有2天就是元宵节了，年呢也算是马上就要过完了。咱们现在也应该思考现实的问题了。今天咱们主要来讲3个事儿啊，你们先冷静下来，听面具人我讲完今天的内容，应该可以对你思考决定下半生的命运有着重大的作用。标题你们也看到了，吴孟达患肝癌病危，周星驰冷血，习近平抢农民，宅基地土改，2、3线城市交易量遇冷，全国户口改革，王毅称中国引领全球人权进步。哎呀，面具人，我看完这些新闻啊，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释放出来的宅基地呀、土改的这些政策啊，信号非常的不同寻常。2、3、4线城市的朋友们，接下来你们的路应该会比较难走了。为啥呢？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说啊。咱们先来讲一个娱乐新闻。哎呀，吴孟达先生大家都知道吧？面具人，我喜欢用先生来称呼，不喜欢用老师来称呼。中国的这种动不动就称谁谁谁为老师的风俗，面具人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奴性的。什么人都可以当老师了吗？太虚伪了，对吧？哎呀，面具人上一期节目都有讲到了癌症的问题，很多人呢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反环保的杂碎，说环保无用论，这个雾霾呀、天气变暖呀，都是地球的正常活动，不用担心，地球有自己的代谢功能。那面具人我就觉得啊，那些纯粹真的傻的人啊，听了这些话就信的人不可恶，顶多算是无知。可是呢，这些个天天在网上造谣的、误导别人、靠这个行骗的、谋财害命的人啊，那真的是从头坏到脚，从小肠坏到大肠了。这些人他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其实呢，他们也并不能引导人类变得更好，反而呢，为了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文明，这种人呢，往往还就是只能混迹于底层。心过于歹毒的人也就只能当个键盘侠、网络骗子了。这些键盘侠居然还想破坏环境，让别人得癌症。你们不知道呀，得癌症是很恐怖的，得了这个病了以后，就不是你有钱没钱的问题了。乔布斯有钱吧，得癌症挂了；梅艳芳有名吧，得癌症挂了。最近呢，又有一个我们家喻户晓的明星得癌症了，那就是吴孟达，达叔。就在前天啊，20号的时候，年近70岁的吴孟达突然住院，随后呢，就有吴孟达身患癌症的消息传了出来。2月22日，吴孟达的好友田启文表示，田启文就是那个少林足球里面的铁布衫大师兄，功夫里面的那个，那个谁，我肚子疼，我要拉肚子，就是那个狗腿子。经常演搞笑角色的，当然了，田启文也是一个导演，好像还在《大内密探零零发》里面演那个鼻毛长出来的那个，不对，那个是李立驰。反正田启文和周星驰呀、吴孟达呀关系都非常的不错。后期呢，可能田启文跟周星驰的关系有些矛盾啊。田启文证实了达叔在农历新年之前发现他患上了肝癌。癌细胞呢已经开始扩散，最近呢他已经完成了肝癌手术，进入到了化疗阶段。那这个事儿可就不得了了啊！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肝癌细胞到了扩散的阶段，那就说明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那这也就意味着吴建民先生活不了多久了不，说错了，是吴孟达先生活不了多久了。肝癌一旦发生扩散，手术和放疗、化疗的效果其实都不是很大了。如果是在扩散前把癌症病变区域给切干净了，还好说，扩散了以后再切，也只是为了延长生命的无奈之举了。肝癌细胞开始扩散了以后呢，一般人的剩余寿命也就是几个月时间了。目前呢，所有的媒体都联系不上吴孟达，田启文充当了临时的发言人。田启文透露，吴孟达得知自己患癌症，对自己的病情感到非常悲观，曾坦言说要走就走。目前呢，吴孟达的肝癌手术已经做完，还要接受放化疗。
外界无法采访吴孟达，周围的同行也联系不上吴孟达的原因就是吴孟达目前非常的虚弱，说不了话。记者问达叔的心情如何，田启文无奈地表示他没什么心情，因为他不能说什么话，只能做手势，挥挥手之类的。化疗令他的身体很虚弱，说话呢也显得很吃力。我没有去医院探病，我怕自己太感性。田启文的意思就是怕自己哭出来，不想打扰他。而且呢，这个重病患者呢也不是随便可以去探望的，一般呢要医院同意，然后呢也要本人同意。而在此期间呢，吴孟达的黄金搭档周星驰先生从未有过慰问或者是关心之举。那周星驰和吴孟达有过不和，大家也都应该是知道的。周星驰这个人的性格呢也是比较古怪的，这吴孟达都快挂了，你说你早期周星驰的成名，拍出了那么多的精彩作品，也有吴孟达先生很多的功劳，对吧？你们有再大的矛盾也不应该带到棺材里面，对不对？面具人，我觉得周星驰不慰问的话实在是太败人品了。那么说到癌症啊，面具人，我还要打一打那些造谣者反环保的人的脸，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吴孟达先生患上的是肝癌，对吧？肝癌是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在肿瘤相关死亡率中位居第3位。中国每年肝癌新发病例约为84万，死亡约为78万，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中国是肝癌大国，全球有超过50%的新发肝癌和死亡病例都在中国，可怕不可怕？还在那说环保无用论呢？中国搞化工、搞劣质石油、吃地沟油、喝毒奶粉、吸毒空气的下场就是得癌症。2018年的时候，全球差不多有1810万癌症新发病例，中国就占据了380.4万例。全球约有960万癌症死亡病例，中国就占据了229.6万例。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些英国、美国、法国、澳洲、日本、印度的人全部加起来，得癌症的和癌症病死的人也没你中国多。全球每新增100个癌症患者中，中国人就占据了21个。中国每天有超过1万人确诊癌症，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7个人得癌症。全球每死亡100个癌症患者中，中国人就占据了将近24个。中国平均每天就有6000多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分钟就有将近5个人死于癌症。像是肝癌、胃癌、肺癌、肠癌、食道癌这些癌症的发病率，中国都是排名世界第1的。厉害不厉害？厉害了我的国！然而呢，活着的中国人却对这些逝去的生命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就是这些大外宣、民运，他们反环保、反气候保护，传播阴谋论，放毒害人，就是为了那点可怜的人民币，就是为了他主子的政治任务。人性之恶，无外乎这些断子绝孙之人。好了，来讲今天的第2个话题。这个话题大家听完乐乐就行了。在听完这个话题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磅环节，房价和土改的事儿啊。先来讲王毅主持联合国人权大会的事儿。中共要开始引领全球人权发展了。中共在人权理事会上公然说自己就是民主人权的最高标准。观众朋友们，中共治理下的中国有人权，你们信吗？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王毅是怎么描述中共的美好人权状况的啊！大家仔细听听，然后呢，对比一下自己的现实生活，来看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啊！很高兴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致辞。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战胜疫情是我们承担的使命，团结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场世纪大流行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亿多人染疫，200多万生命消逝，1.3亿人口返贫。
哎，说到这儿啊，王毅好像说的有点双标了啊，1.3亿人口返贫，那习近平不是说了已经达成了14亿人奔小康的目标了吗？不是说14亿人已经脱贫了吗？怎么还有1.3亿人口返贫呢？哦，对了，明白了，那就是中国人都脱贫了，世界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吧？要我们共产党来拯救。好了，来继续看啊，全球不平等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展权受到了新的挑战。同时呢，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进一步抬头，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泛滥，个别国家热衷于利用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的正当要求未得到重视和满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如何促进保护人权，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严肃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主张：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人是人权之本，人民的利益是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权的根本追求和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体现在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之中，参与国家政治治理和政治协商，体现在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你信吗？中国人能参政吗？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对不对？来继续看王毅是怎么说的啊。第二，坚持人权普遍性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普遍认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为全球人权事业立了崇高的目标，制定了基本的原则，各国都应该遵循和践行。同时呢，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必须按照本国国情和人民的需求推进保护人权。第三，坚持系统推进各类人权，人权涵盖是全面的，包括公民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哎，说到这儿，面具人我忍不住了啊！中国有公民吗？你们的身份证上面写的都是居民呀，对不对？什么叫做经济文化权利？中国人有文化的权利吗？中国人天天在那儿被洗脑，而且呢，在网上连说个真话都不敢，说句真话就要被抓。最近那个又因为污蔑烈士，还有7个人被抓，甚至呢，外网的华人对这个事儿进行了客观的评论。习近平还要追逃呢，还要对境外的这些污蔑烈士的人进行打击呢。之前不是习近平还立法了吗？可以未审先判嘛，对吧？缺席审判嘛。以后你海外的华人，谁敢骂中国共产党，谁敢说点不好听的话，或者说是不赞美啊，直接就处理你家里面的资产，把你审判了，懂了没？啊，继续看啊。也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权利，其中呢，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各类人权需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系统的推进。人权范畴是不断发展的，健康权利和环境权利也应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第四，坚持国际人权对话合作，保护和推进人权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全球人权治理要由各国共同商量，人权发展的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能成为向别国施压、干涉内政的工具。各国要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最后这一点呢，完全是为了恶心美国而说出来的。那么观众朋友们，王毅说的中国人权这么的牛叉，你们信吗？其实呢，
中国确实在推进人权呢。中国推进人权的这种事儿，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按照红色贵族的视角来看，贵族以下皆为奴隶，不是人。中国积极推广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奴隶制，而恰好呢，因为疫情，中共又以身作则，给全世界示范了什么叫做中国的制度优势。死死地管理好这些奴隶，压榨这些奴隶，不但可以抵抗瘟疫危机，还能逆流而上。中国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在疫情中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且呢，你们要知道，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那种生活绝对是天上人间。西方的这些资本家、政客到了中国，那就是行为放荡、思想放荡、酒池肉林的人间天堂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人类一分为二，只留下1%的人保留人的思想，可以有人的文化和娱乐，剩下的99%的人都变为无脑跪舔的劳动机器。99%的人为1%的人源源不断的任劳任怨，制造物资、制造服务、奉献生命，这未尝不可呢？让你过这种日子，有人给你洗衣服，有人跪拜你，有人给你跑腿，有人给你擦鞋，有人给你舔屁股，有人让你泄欲，你每天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吃喝玩乐，享用奴隶的侍奉，甚至可以直接享用他们的器官，你说爽不爽呢？你需要做的就是加入我们红色贵族的统治，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享用奴隶，为何不可呢？奴隶制度从人类诞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淘汰掉，时至今日依然存在，那证明这个玩意儿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原始欲望当中的。1%的人拥有99%的劳动力和生杀大权，这些奴隶任凭你驱使和杀戮，还有泄欲，好不好呢？每个人都给你歌功颂德，让你天天快乐爽歪歪，生活嗨翻天，好不好呢？那说到了奴隶制，中国从疫情以来，大家也都看到了，变得越来越集权。习近平已经在做面具人我说的这种事儿了，就是把中国人一分为二，1%的红色贵族掌握99%的普通人，实际比例甚至比面具人我讲的还夸张，对不对？所以说习近平推广人权是没毛病的，只有贵族才是人，人才可以享受人权嘛，对不对？我们这些平民牲口畜生哪算是人嘛，充其量也就算是奴隶，对吧？那说到了集权，接下来就要进入咱们今天的关键环节了。昨天面具人在节目中其实稍微提到过一些，现在国家开始浓缩人口了。2021年春节期间，受到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本地游以及本地看房的比例增加。虽然春节期间因部分城市的网签系统暂停，数据有所缺失，但是整体来看，相较于去年春节假期的成交低潮，甚至众多城市的零成交，为啥零成交呢？那国家它调控嘛，国家想让你零成交就是零成交嘛，对不对？让很多人不能回老家，你就不能回老家嘛，对不对？说是因为疫情，那回老家就有疫情了，那让人在工厂里面密集的上班就没有疫情了吗？从各机构统计的数据来看，相比1、2线城市楼市的活跃，2021年春节3、4线城市返乡置业潮的相对冷清，返乡置业的成交量锐减30%以上，3、4线置业市场逐渐饱和。看国家说饱和，那就是饱和了。国家现在放出这种新闻，它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3、4线城市就得要零成交，不让你成交。首先呢，这个有市场因素在，就是3、4线城市的就业环境、商业环境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就是因为前者的因素影响，3、4线城市房价的拉升空间就很小，吸金能力就很差。你们要知道，习近平现在正在对全世界搞包围呢。
又是搞贸易了，又是拉拢盟友了，消耗的资金是很大的，它需要钱。那3、4线城市的那点苍蝇肉根本回收不上来多少资金的。可是1线城市就不一样了，深圳1平方卖40、50万，甚至60、70万的都有。3线城市1个平方才卖8000、1万左右，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对不对？根据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显示，春节期间深圳日均成交达到35套。在今年疫情影响之下，国家提出就地过年的号召，留在本地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增加，本地看房人数上涨，这对于当地的楼市来说是一个利好。因此呢，相较于去年春节的成交活跃度有明显的提升。这就是面具人我一直说的，有人才能有经济、有商业、有就业，没人的话啥都没有了。那些海外的民主大师还天天说反移民呢，只要强国的移民呢，人家强国的人会往弱国移民吗？你不想想看，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按照贝壳买房的数据显示，1线城市除外，春节期间呢，交易热度较高的城市包括成都、西安、苏州、天津以及合肥等。返乡置业意愿热门城市有14个，也在春节期间成交热度前20的名单中，占比约为70%，两者大致相符。成都实际交易热度与返乡置业热度均为前列。统计发现，成交热度较高的城市多为都市圈中心城市，比如成都、西安、苏州、合肥及重庆。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中国所有的数据都是共产党控制的，这些数据能被显示出来，就是直接反映出来共产党的意思了。共产党现在啊，就是要聚拢资金、聚拢人口，然后呢，把这些上面所谓的前20的热度城市，把他们的房价继续往高拉，因为这边的房价还是有一定的拉高空间的。你像3、4线城市的吸金能力很有限，就相当于青蛙要先放在一个锅里面才能炖嘛，对不对？再加上官方紧急限制贷款额度，限制贷款的范围，然后呢，他又要逼人往大城市去，又不给你贷款。说白了，共产党就是要走面具人我说的那个路数，他现在就是要分化人民，直接把人分为有钱人和没钱人。有钱的你不贷款也能买房，没钱的你贷款你也没地儿贷，你也买不了，懂了吗？那内地地区的3、4线人口，如果出现了人口净流出，没有人来的话，那么以后这个城市大概率就会废了，没什么经济活力了。那共产党说有些3、4线城市是零成交，从城市级别看啊，新1线城市的平均成交热度为38.2%， 2线城市约为7.2%， 3线城市约为3%。看新1线城市和2线城市都是远大于3线城市的热度的，而4线城市的热度仅仅约为 1.15， 这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以成都、西安以及苏州为代表的新1线城市，成交热度明显高于以大连、宁波以及南通为代表的2线城市，以此类推，3、4线城市的成交热度更低，城市级别间的分化现象显著。差距大不大？而且呢，共产党他现在就是带节奏、带风向，让你们看到，让你们明显的知道，1、2、3、4线城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懂了没？并不是说共产党怕这些城市出现分化。如果说共产党怕的话，他就不会炒作这个事儿，他会把这个事儿掩盖下去。如果说共产党大力的炒作这个事儿，那就证明他希望这些1、2、3、4线城市出现明显的分化。为啥？你听我接下来给你讲啊。你看，共产党把节奏带起来了以后，再配合中国人听风就是雨的思维习惯，3、4线城市的房价将会很难再升温。大型杀猪刀都是给1线城市准备好的，而且呢，1线城市不能降温，1线城市如果降温暴雷，房价大跌的话，会出现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的。
这种后果会让共产党都害怕的，因为一线城市捆绑的人和资金太多了。目前呢，只能一直保持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热度，三四线城市无所谓呀。三四线城市又不值多少钱，没有多少泡沫的，吸金呢也吸不上来，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那么三四线城市留着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你们先听这个视频。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十分敏感和复杂，所以也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坚守土地公有制现者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同时呢，也要明确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也不能以各种名义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要确保改革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来，面具人给你们提炼出其中的关键词儿啊！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更加精确的来说，应该是阻止城里的有钱人去农村了，把城里的资本锁在城里，不让他们下乡。下乡的人最多也就是什么大学生呀，能够在农业上面派得上用场的这些对口工人，其他的有钱人不能下乡，有钱人就在城里面待着。而且呢，他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关键，叫做确保公有制不变，就是党再次强调了宅基地是属于公家的，属于党的，并且呢，也不能以各种名义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上楼呢，应该就是加盖和扩建的意思。虽然呢，不能强迫农民退出宅基地，但是呢，你看现在农村合并户口确权，取消一些农村户口，并且呢，不能新认领宅基地，等于说锁死宅基地的发展了。然后呢，也不让你扩建，对不对？那这样下去的话，宅基地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恰好呢，红色贵族代代相传，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以后呢，三四线能搞耕地的搞耕地，搞不了耕地的搞工业工厂，或者是留给制造型加工型的外资。毕竟呢，有了数字货币以后，全世界都再也找不到比中国人更廉价的劳动力了，全世界都找不到能够用电子狗链完全监控的劳动力了，对不对？其实一线城市的房价泡沫迟早也是要爆雷的，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涨下去。而且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它越涨其实风险也越大，因为后入场的人投入的资金也越多，对不对？如果爆雷的话，杀伤力太大的，那共产党也能意识到一线城市迟早要爆雷的，只是目前还不能爆。首先呢，中国人的钱袋子还有压榨空间，还没有把中国人的人民币给掏空。其次呢，就是共产党还没准备好迎接一线城市资金的转换呀，资金的爆雷的问题。那共产党是怎么准备应对这个问题的呢？等一下再说，咱们先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共产党他究竟是不是想要把更多的人锁在一线城市呢？你们听好这个新闻啊，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31日公布。根据方案显示，我国将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地引导人口落户，
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促进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看，国内国际双循环啊，是不是面具人我说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啊？面具人我就一直强调，给你们说，共产党才不会骗人呢，共产党说的都是大实话。只不过很多反共的人呀、大外宣呀，故意给你颠倒黑白，扭曲共产党的意思。你想嘛，他有枪杆子，他何必欺骗老百姓呢？谁不服就干谁啊，没必要说假话。这个双循环就是共产党准备给中国人民的大杀器，以及呢，不但有双循环，还要配合洗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2中、3中、4中、5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他的这个公告啊，说的点很多，面具人我就摘录其中最要命的2点啊。一，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确权和保护制度，分类建立健全集体资产清产合资、登记、保管、使用、处置制度和财务管理监督制度。听懂了没？农村的产权包括宅基地，现在也是集体产权了哦。宅基地以前你加盖改建都是没人管你的，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虽然给你确权，看起来是让农民认为宅基地有证了，实际上呢，只是为了方便好管理。而且呢，现在的宅基地你随便加盖，你盖一下试试，你敢不敢？而且呢，确权就是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2证合一，固定了农村的宅基地范围，以后农民就很难再从农村里拿到宅基地了。这就结合我刚才面具人说的，不让你扩建，不让你认领，那宅基地的消亡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对不对？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非法处置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非法控制集体资产，完善集体产权的资产评估、流转交易、担保等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管理和服务。这些话呢，你看啊，出现最多的词儿就是集体，一直在强调农村的资产产权全部都是集体的。集体是谁？党嘛，对吧？然后呢，还要强化管理、核查和验资。谁是集体？这个钱的核查验资在谁手里？当然是党了，对吧？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也就是说，以后什么负面清单呀啥的，地方没有权利发布，全部都是由中央来发布。这就是面具人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的，共产党习近平他现在要集权集权再集权，他要剥夺地方的权利，对不对？而且呢，他现在还要建立覆盖省市县3级的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台账。啥叫隐性壁垒台账啊？就是把这些省市县3级拿壁垒给你隔开，完全分离开，懂了没？
畅通市场主体对隐性壁垒的意见反馈渠道和处理回应机制。其实共产党不傻，他能搞一个什么反馈处理，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看看人民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能钻什么空子，老百姓能想出来什么样的意见，从而呢把这些制度更加的集权，了解到老百姓的弱点，懂了没？他并不是说为你去改善。你们看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改革来改革去，是不是中共越来越集权，人权越来越差，老百姓越来越没有自由，而且呢官僚气息、贵族气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基因统治、血统政治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市场还有社会越来越固化。习近平他这个公告还说到了制定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标准，并且开展综合评估，建立覆盖省市县3级的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台账。听懂了没？准入标准谁来定制？共产党来定制啊。然后呢，还要建立省市县3级分离开来的这个屏障。这就是面具人在2月11日和2月12日节目中有讲过的，中共以后会把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完完全全的锁死、隔离开来。最重要的就是中共又要土改、深化土地改革喽。中共现在建立地区壁垒，破除了传统的户籍制度，把劳动人口可以按照就地落户到常住地，再从常住地分化出来高档地区、低档地区。现在呢，就是要把人锁在1线城市，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吧？那你想嘛，如果人都回农村宅基地了，1线城市的房租房价肯定是要崩的啦。其实呢，这些举措都是中共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挑战而做的准备。你们不要听什么那些大外宣给你说的驱赶低端人口了，不让人去1线城市了，1线城市人太多了。我告诉你，中共不嫌人多，反而呢他害怕没人，所以呢现在又是引进难民了，又是逼人生孩子了，又是放开这个2胎3胎的限制了，对不对？这些大外宣他是配合中共的基调的啊，把好话说成坏话，把坏话说成好话，这样呢才能引导人民走向错误的道路，让人民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懂了没？就很简单一个问题嘛。特鲁多，你说他是软蛋，特鲁多是现在第一个敢抓中共重磅级人物的国家领导人，对吧？特鲁多也是第一个在全球直接定性中共搞种族灭绝、人权灭绝的国家。你说特鲁多他怎么软了啊？他把普京、把习近平、把川普都羞辱过，他软了吗？而且这3个国家是这世界上最强的3个国家呀。特鲁多不但不软，而且呢还有点疯狂，知道不？不要听这些大外宣给你们洗脑啊！共产党做的事情已经是很明显了，他过年不让这些发达城市的工人返乡，就是害怕他们回去了以后不想再出来工作了，在老家混日子，对不对？而且呢，不想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效率下降，懂了没？你还天天听这些人给你洗脑呢？什么驱赶低端人口了？驱赶低端人口，共产党有病吗？低端人口再怎么样不行了，还能供给一些血液器官吧，对不对？那共产党他接下来要为什么样的挑战做准备呢？好，我接下来给你们揭开谜底啊！中共到底要做啥准备？首先呢，就是房地产泡沫，然后呢，就是国际竞争力和劳动力资金的消耗，这些都必须要用数字货币来解决。你看，他先热炒一波1线城市的房价，然后呢，将人锁在1线，把人全部套进来，吸收人民币，满足中共的资金消耗。你不要想这些人买不起房子啊！他跟他7大姑8大姨把他全家掏空，把钱弄出来，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很多人呢，他全家凑一凑就能在深圳买房，别说是700-800万了7大姑8大姨、老婆家、孩子家全部搞一下
啊，为了以后上班稳定方便，很多家庭都是这么想的，凑一凑，牙一咬紧就买了，对不对？把这些买房的傻逼套进来了以后，把他们的资金吸走了以后，满足中共的资金消耗，懂了吧？而且深圳现在啊，它新成交的房子不是二手房，是国家自营的一手房。二手房现在是锁盘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市场你只能进不能出，能卖房的只有国家一手的新楼盘。你想卖二手房，你洗洗睡吧，你还敢跟中国共产党抢生意，对不对？先把人民的真金白银人民币吸收上来，然后呢，再用数字货币还给他们，懂了没？与此同时呢，必须快速衔接外资和耕地，吸引别人进来使用这些奴隶。如果奴隶不动起来，奴隶就是垃圾，奴隶就是负担，奴隶必须要劳动，而且呢，奴隶不劳动容易骚动，对不对？同时呢，习近平还在外部必须要保证能够控盘世界贸易市场。总之呢，中共现在已经到了梭哈的阶段，习近平已经把共产党几十年积累的能量全部爆发出来了。这一波爆发能够直接压垮西方，中共就能登顶。反过来看呢，中共现在面临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中共铺的摊子太大了。如果被美国找到爆破点了，那中共会被引发连锁爆炸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一片就连锁效应，全部倒塌。因为共产党他现在搞的链条，搞的摊子太大了，而且呢，互相都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跟西方就是在打超限战，拼谁能突破极限。而往往呢，共产集权国家它可以豁得出去，而西方民主国家很难豁得出去，因为西方民主国家他们的老百姓不一定能像这些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如此舍得。老百姓的利益一受损，他们就会发动选票把这些领导人选下去，而中共无所谓呀，老百姓就是代价，老百姓就是用来打超限战的炮灰。共产党一直强调内循环、外循环、内外双循环，所以呢，中共现在就是搞双循环。对外呢，它有自己的人民币真金白银可以不停的勾兑，对内呢又有最不值钱的货币体系，那就是数字货币，对不对？数字货币可以把共产党的潜力，把共产党的对抗能力挖掘到最大。习近平还是胆子大啊！他拿数字货币、虚拟币来吸走、来换走中国人的真金白银，然后把这些真金白银最大程度的举国之力全部用来对外渗透、对外扩张，然后呢，把自己的国民变成了最不值钱的虚拟货币劳动力，吸引外部投资进来，享用这些不需要工资、不需要真金白银的奴隶这一步棋走的真的是他妈的太极限了，太牛逼了啊！哎呀，习近平真的是胆子大，真的这个手段太狠了，太狠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直接就是把国内100%的资金一分为二，全部拿来跟外部对抗。很难有国家，几乎不可能有国家能做得到的，因为别的国家的老百姓他的钱要是被这些虚拟数字给共产了，老百姓早就暴乱了，老百姓早就造反了。可是呢，中国人还觉得数字货币香得很，是不是？情况都已经给你们讲清楚了，很清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自己选择，其他的话咱们就留在留言区私聊吧，或者给我发邮件加我的 LINE 号，拜拜。